大家好，我是唐浩，今天都好吗？最近我们收到许多观众朋友的留言，很多朋友呢给了我们温暖的鼓励和支持。那在这里呢，我们代表我们团队感谢各位朋友，谢谢大家。但是呢，其中有一个留言让我一直感触良深。有一位香港网友在几周前留言，他说：“唐先生您好，谢谢你一路以来对香港的关心，你每一条影片我都有在看。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市民，我确实希望拥有民主自由，但是老实说，我并没有很大的期望我们会成功。现在我只希望所有媒体人帮助记录香港的每一刻，让未来的香港孩子可以得到事件的真相。”那这个留言呢，经常让我感到鼻酸，也让我不断的反思。身为新闻人呢，除了客观的、真实的记录每一刻、记录事件的真相之外，我还可以做些什么？那上周日呢，9月29号，台湾正好举办一场撑港反极权的大游行活动，所以呢，我们邀请台湾民众向香港朋友传达他们的心声，加油，坚持下去。那我们台湾人还有全球各地的华人，其实都会关注你们，然后一起声援。因为民主自由得来不易，台湾就是经过了很多的冲撞，才有现在的自由民主。希望说我们可以一起奋斗，谢谢。因为在香港没有自由，因为香港现在是处于一国两制的状态下，所以我怕台湾也变成香港，所以我决定站出来。我觉得每个年轻人都该站出来为台湾跟香港，尤其是香港。我对香港讲到会有点哽咽，就是对我爱香港，我爱香港。叫他们要坚持下去，因为将来这是年轻人的世界，我们不能让一些封闭的集权去控制我们的自由，就是他们一直要撑下去，要加油。我觉得说香港人其实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勇敢多了，要继续站出来，直到这个暴政能够被消灭掉才行，因为这个自由跟民主都是自己要去争取出来的，这个不是说天上就能够掉下来的。就好像说我们台湾以前的自由民主也是这样，大家去一步一脚印去争取出来的。所以香港人，请你们继续再加油。我想对香港的就是香港的手足说，记得不被捕、不受伤。我们虽然在台湾，可是我们一直都 stand with Hong Kong。对，加油！很感谢香港的朋友还在继续的努力抗争。虽然我在台湾，但是还是感觉到他们很努力的在为我们香港的自由而奋斗。想要跟香港的朋友说，就是台湾的朋友永远都会支持他们，就是他们不是自己一个人在跟中国共产党在打仗在奋斗，就是我们年轻人，我们其实台湾人都是非常关心香港，而且并且也支持他们，就希望他们不要因为中共的一些小手段，然后就屈服于恶势力这样。希望这些来自台湾的讯息呢，可以为香港带来更多的鼓舞和希望。那也希望香港的朋友们，我们可以有悲壮的情怀，但是不要悲观，保持正念，保持善良，希望也许就在眼前。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特别感谢人在台湾的健康1+1节目主持人啾啾，帮我们完成这些采访。那谢谢啾啾。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主题。那最近有人问我们的节目叫做《世界的十字路口》，但是呢，最近好像经常在聊香港的题材为什么呢？没错，最近我们的节目主题经常聚焦在香港。那不仅仅是因为香港是华人社会里大家耳熟能详的城市，更重要的是因为香港目前的局势牵动着未来世界格局的变化。那正好可以说是一个世界的十字路口。那与我们节目相当一致或者可以进一步说香港已经是一座世界的战场。有太多牵动着未来世界局势演变的重要战争呢，正在这里发生着。那有哪些战争呢？第一个战争是香港未来保卫战。那毋庸置疑这场反送中运动的首要意义就是一场香港市民捍卫家园、捍卫未来的生死保卫战。那在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里呢，中共承诺要让香港维持原有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50年不变。但如今才过了22年，还不到一半，
中共就准备通过逃犯条例的修订案，扩大对香港的控制，钳制香港市民的人权、自由和法治。那中共呢，想要用一国一制抽换掉香港的一国两制与高度自治，那等于是剥夺香港人民的原有生活和未来发展，让香港呢从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区变成共产主义的沦陷区。那这让众多的年轻人感到失望、悲观，从而上街抗争，甚至呢冒着生命危险也在所不惜。因为失去自由就是失去未来，那失去未来呢，就是失去了人生了。第二个战争呢是自由民主与集权专政之战。1997年香港移交之前的香港虽然是受英国政府统治，但是呢却享有高度的自由、人权与法治，甚至呢还一步步的开放更广泛的民主投票，准备让香港实现普选自治。但是主权移交之后，中共全面终止港英时期的民主化政治改革，反而大力推行中共设计的具有高度限制性的鸟笼民主，方便北京可以集中掌握政治权力，控制香港社会，从而一步步朝向社会主义、集权专政的方向来过渡。因此呢，现在的反送中运动本质上也是一场自由民主对抗集权专政的战争，是一场国际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的战斗缩影。那第三个战争呢是美洲贸易战。美洲贸易战原本与香港问题本来是各自独立的，但是呢，在8月14号美国总统川普，也就是特朗普呢，在推特上突然表态，要求中方先人道的处理香港问题之后，再来谈贸易协议。那等于是美方将贸易战和香港呢挂钩在一起，成为牵动贸易战发展的一项关键因素。特别是中共与港府对香港的暴力镇压持续升级，那美国国会2院的外交委员会也因此通过了《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准备扩大对中共与港府官员的制裁与约束，甚至呢还可能取消香港的特殊经济区地位与种种贸易关税优惠。那如果真的走到这一步，那等于是美洲贸易战火扩大延烧，不但将大幅减少通过香港转口进入中国的贸易商品、技术还有资金。那中国大陆的朋友可不要以为这跟你没有关系因为香港的进口商品会大幅减少。那未来呢，大陆民众很可能就无法再到香港购买便宜的进口奶粉与民生用品了。第四个战争是中国经济存亡战。我们过去多次提到过，香港的经济规模虽然逐渐缩小，但是呢，依然是中国企业与经济的主要支柱。那根据统计，2018年呢，通过香港进入中国的外来直接投资，也就是 FDI， 达到899亿美元，那占中国 FDI 比率高达66.6%。而且去年有205家企业在香港 IPO 上市，那其中有103家是大陆企业，占比超过50%。而且呢，大陆企业在香港的募资金额高达2737.6亿港元，占 IPO 总金额的比率更是高达95.6%。那换句话说，中国企业与经济对香港的资金链依存度相当高，需要通过香港取得境外资金。那目前中国经济已经风雨飘摇了，连官方都公开承认了这一点。那如果香港再被取消了特殊经济区地位不但金融业将会大幅的撤离，那中国企业呢也将失去大量的外资进入投资，那势必会更严重的动摇中国的经济与就业市场。所以呢，香港也上演着一场中国经济生死战。然后第五个战争呢是中南海权斗对决战。那熟悉中共官场政治的人都知道，香港呢目前正是习近平当局与江泽民、曾庆红等派系势力的博弈角力舞台。那换句话说，香港正隔空上演着一场中南海宫廷权斗大戏。比方说9月3号，中共港澳办呢才气势汹汹地召开记者会，再次宣称反送中抗争者是暴徒，把反送中运动的定性呢升级到了恐怖主义，还说呢5大诉求一个也不让步，甚至还强调出动军队进入香港呢，并不代表一国两制的终结。那感觉上中共已经准备出兵香港去镇压的感觉。但是就在隔一天，林郑月娥却突然宣布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案，而且呢，他还要走入社区与市民对话。那林郑的发言呢，等于是公开对港澳办打脸了。更诡异的是中共外交部、港澳办、中联办以及官方媒体呢，对此都是沉默不语，
甚至呢事前都不知道临阵要撤回条例的事情。那这一点啊，其实已经透露了习近平直接找上了临阵，要求撤回条例，让江派主导的港澳办呢措手不及了。那此外呢，大家也知道了，在中共11建政70周年当天啊，香港出现警察开枪射杀了18岁中学生的事件。那这一点呢，大家想一想啊，11这一天呢是中共的大日子，是北京领导人向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宣传自己的大日子。但是呢，却在香港冒出了一颗子弹，抢走了世界媒体焦点，打乱了北京精心安排的宣传大戏，那也丢光了中共的面子，那堪称是对中共的最大讽刺了。那虽然我们目前无法得知究竟是哪个派系势力安排这场开枪事件，但是呢，这种情况应该不是北京领导人在11这一天希望见到的。换句话说，这场枪击事件很可能反映了中南海的内部矛盾与权力博弈，也反映了当权者的权位并不稳固，也反映了中共政权的草菅人命。那第6个战争呢，是台湾2020总统大选选战。我们知道，香港一直是中共刻意打造的一国两制示范区，想要借此呢作为统战台湾的宣传样板。但是如今，中共与港府对香港的残暴打压，让越来越多台湾民众认清中共的邪恶嘴脸，看清一国两制的虚假。那根据台湾联合报最新民调，台湾民众对中共政府印象不好的比率呢，从去年的51%上升到了61%，创历年来新高。那民众对中共的厌恶与反感呢，也连带拖垮了亲共政党与候选人的支持度。根据台湾 TVBS 民调，距离总统大选呢只剩100天了。那蔡英文与韩国瑜的支持度差距已经拉开到12%。那其他多家民调的结果呢，差距也都是在2位数以上。因此呢，台湾2020总统大选的选战呢，也在香港隔海上演着。第7场战争呢，是良知与利欲的善恶交战。事实上，香港的局势呢，不仅是自由与暴政的对抗，同时呢，也是一场人性良知与权力欲望之间的对抗。那香港市民的和平理性非暴力行动，以及他们高素质的种种表现呢，让全世界媒体与政治领袖屡屡的公开站上。比方说，最近当抗争群众呢发现有消防车又通过了，他们赶紧动手搬走了路障，让消防车尽快前往救火。那等消防车离开之后，他们再恢复了路障。那这个画面呢，现在通过网络在世界各地广为转传，因为大家看见了，抗争者是理性有良知的抗争，不是中共与港府宣传的非理性暴力抗争。那相反的，我们也看到了多位香港政商人物警察高官，还有演艺明星，他们为了自己在中国的利益或者官位呢，不但动用警察、黑帮力量打压香港市民，甚至还频频公开说谎，用尽全力对中共逢迎拍马。那说穿了，这一场香港反送中运动就像一面照妖镜，照射出每个人内心深处的真实面目。那每个人呢，也都在良知与利欲之间做选择。所以呢，这一场善与恶的交战，不但在香港上演，也在每个人的心里真实上演。好，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记得订阅、留言、按赞，跟你的亲朋好友分享。在订阅我的频道之后呢，请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呢，当我们有新的节目出来，你才会收到通知。我们下次再见。